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安竹的频道，我是安竹。美国大选总算精彩落幕，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是否跟你预期的一样？马斯克用压身家的方式力捧的川普顺利当选。今天的影片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川普可能实行的政策，对整个电动车产业与特斯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虽然离他正式上任就职还有一段时间，但以股票市场的反应来看，是接连2天的庆祝行情。趁这个机会提醒一下美国的观众，免费送各位的 NVIDIA 股票，你们拿了没？感谢附图大方特别送给我观众的好礼，各位只要成年且有美国3码就能申请开户。现在入金$5000，维持60天以上，闲置金额不但前3个月可享高达8.1%的超高利息之外，还有免费抽的15股票，以及透过连结申请可再多领1股的 NVIDIA。这是连抽都不用抽，直接送给各位。看着 NVIDIA 的股价现在已逼近到了150，我是不确定这个活动还会不会延长了，所以符合资格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了。我已把申请链接放在下方的说明栏里喽。当然也要感谢所有帮我按赞、给予我鼓励的各位朋友，来自你们的每个鼓励就是支持我花大量时间剪辑影片的动力来源。安竹也在这边感谢大家的支持。2024年美国这场精彩的总统大选总算落幕，这场注定结果会写下美国历史记录的选举，要么就是美国将出现第1任女性总统，又或者将出现一位历史以来最年长且为史上第2位2度当选但任期不连续的美国总统。不管最终结果是哪位，这场2024大选将成为未来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选前，各家民调结果可以说是翻了又翻，一下川普领先，一下贺锦丽领先，直到选前一刻，大家都认为这次的大选应该是5-5波。没想到结果开出，代表红色的共和党可以说是大获全胜，不仅川普得票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甚至连参议院也由共和党拿下优势席次。某个程度上也可以感受得出来，人们对这几年来物价的飞涨、边境还有许多的议题，用选票来表达不满。尤其在摇摆州的部分，川普更是顺利拿下大部分的选举人票，奠定了胜机。这一部分，马斯克之前几乎可以算是用压身家的方式助选，真的也是护驾有功，川普全部看在眼里。所以开票时，不但马斯克成为川普的座上宾，甚至连后来的川普胜选全家福照，马斯克也在其中之一。川普几乎可以说是把马斯克视为家人无误了。而马斯克自己也在 X 上 po 出当时他入主推特手抱洗手槽的画面，只不过这次的背景换成了是白宫，不知道是否是在暗示未来不排除接受一官半职的邀请呢？而选举结果出炉后，特斯拉的股价也跟着川普胜选一飞冲天，第1天就暴涨了近15%。今天在我录影的当下，甚至有一度接近许久不见的300点大关，不知道在收盘时能不能够跨越呢？但有趣的是，由于川普对电动车态度较不友善，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在选举结果出炉后的第1个开盘日，除了特斯拉之外，其他美国电动车相关公司的股价都是应声大跌，不管是 Lucid 或者 Rivian。各位看到6日的巨大滑坡跟特斯拉的大暴涨，更是形成强烈的对比。而美股也非常给面子的再破历史新高，相信看我频道大部分的观众，不管你是跟随马斯克，或者原本就是共和党的支持者，亦或是像我一样一直有在长期投资美股的朋友，相信选完后的这几天心情应该都是很不错的吧。不过选前的激情终将会过去，既然白宫已经确定换人入主，接下来我们就得要更关注这样的改变对特斯拉或者整个电动车产业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在关税的部分，川普有可能对所有进口产品加收关税，尤其针对中国商品更有可能课到高达60%的重税，这一直是川普竞选时的主张。当然此举也有可能导致中美贸易战更加升温，同时也会让好不容易降下来的通膨再次飙涨。虽然这样的主张同时也导致部分欧洲汽车制造商感到担忧，但有鉴于近期欧洲与中国市场销售的低迷，意外的部分车厂竟然对加税表示没什么好担心的，像 BMW 就是一例。碰巧 BMW 近日公布了第3季的财报，由于中国、美国与欧洲的销售严重下滑， BMW 第3季利润下降了惊人的61%，其中 BMW 在中国市场跌幅更是最大的。第3季度只在中国交付了近15万辆的车，跟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近30%，这实在是有点吓人。而其他欧洲车厂在中国也都有着类似的表现，所以此时对于川普政府可能会增加关税，反倒成为这些欧洲车厂寻找中国以外市场的避风港最佳的选择。BMW 的 CEO 甚至说对于川普的关税政策 BMW 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们在美国的足迹已经非常的稳固。这边指的是他们在美国拥有整个集团最大的工厂。光是在2023年 BMW 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就生产了41万辆的车，其中有一半是用于出口到世界上其他国家，
BMW 表示，在川普的关税政策下，他们有能力将这些车转向美国客户，甚至认为有可能来临的贸易战对 BMW 来说可能是件好事，因为今年对所有的制车产业来说都是一个寒冬啊。像今天最新的消息，不止欧洲车厂，连日本老牌的日产汽车最新的财报表示，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减了93%，这比刚刚 BMW 是还要更吓人了。所以日产不但必须全球裁员9000人，执行长也带头自愿降薪50%，希望能够带动其他高阶主管也跟进，度过这一波车企的寒冬。而他们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中美两个市场都遇到了销售疲软的情况，所以回头看看只卖电动车的特斯拉，第3季的财报相较之下就显得更为出色了。而在未来，若中美贸易战真的更加升温的话，在美国也拥有大量产能的特斯拉受到波及的程度也会相对较小。至于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嘛，由于现在关税已经非常高，美国这边本来就没有进口在卖，所以我认为反而未来贸易战加温对美国车市的改变并不会太大。我们反而更应该关心的是，川普政府本身对于电动车产业会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因为在竞选期间，川普也多次提及，他上任的第一天就会对拜登政府的电动车政策进行改变。许多人猜想，联邦给予电动车$7500补助的通膨削减法案，很有可能是会被废除的改变之一哦。虽然马斯克本人曾经提过，他主张取消所有产业的补助，包含电动车产业，但同时他也承认，取消这些补助将会损害电动车的销售。但因为特斯拉的成本控制得宜，所以在相同的条件之下，特斯拉将会比其他的电动车厂更加有利。但事实上，这几年来，我们也不能否认，由于中美政府对于电动车的补助，让消费者更愿意选择电动车这个事实。像是在美国，还不讲民众购买电动车的补助，特斯拉光是电池和充电站的部分，也拿了来自政府数十亿美元的补助奖励哦。而且在过去，特斯拉也非常善用补助的门槛。像是 Model 3标准版，去年在短时间不符合补助资格后，特斯拉虽然没有言明做了哪些改变，但非常有可能是做了电池包的调整，降低与中国有关的比重。因此很快这款车又再度获得了$7500税务补助的资格。另外 Model X 也是长期定价在符合退税资格的条件内，只要定价在超过$10，消费者就拿不了退税啊。虽然我现在手上找不到资料，但我很可以肯定的是，特斯拉的消费者们绝对是所有车厂中拿回最多税务补助的第一名。而身为消费者，我当然很乐见看到特斯拉尽可能帮民众符合税务的补助，但同时也非常好奇啊，若川普政府真的决定把这项补助给拿掉的话，不止特斯拉，所有目前符合补助资格的电动车会受到多大的影响？毕竟消费者嘛，大部分还是看花费来决定购买行为。我个人猜测，若补助取消的话，对特斯拉肯定是会有负面的影响，而且到时候的竞争对手可能不是其他厂牌的电动车，反而是一样没有补助的油电混合车。若这项改变成真的话，对于宣称明年要达到20%甚至30%销售成长的马斯克而言，难度将会大幅增加。至于川普政府是不是一上任就会有这些动作，我们只能继续屏息以待了。另外还有就是能源的部分，川普宣称在总统任职的第一天就要批准新的石油与天然气的开采，因为他认为降低石油与天然气的价格是对抗通膨的重要措施。这一点坦白说，与特斯拉长期主张的能源政策可以算是背道而驰，因为特斯拉的使命是加速世界转向永续能源的发展，这一点石油绝对不是在选项内哦。所以我也很好奇，在蜜月期过去后，这些政策上马斯克与川普观点上的不同，是否会带来什么样的火花？但若油价真的如川普计划的大幅回落的话，让人们购买电动车的理由可能又减少了一项。另外，川普其他一些重要的主张，包含了马斯克也很赞成的加强边际管理等等的，由于比较脱离电动车的范围，所以这边我们就不特别讨论啦。总的而言，川普当选对电动车产业是好是坏，真的还很难说。尤其他在选前多次公开表达他对电动车与自动驾驶的不信任，但在考量到现在他跟马斯克几乎可以算是家人的关系，会不会减轻他对电动车下的重手，甚至让自动驾驶正如马斯克之前建议的标准联邦化，而不再需要一周一周的个别检视？这对现在押注在 Cybercab 的特斯拉来说影响至关重要。当然不管怎么说，这次的选举马斯克可以说是重压身家，而且压对边了。特斯拉这2日的大涨可以说是反映大选的结果，但长期我们还是要回归特斯拉的核心，包含了车辆与能源本身的销售成绩，以及 FSD 离实现真正的自动驾驶距离还多遥远等重点哦。
关于车辆销售，之前不是有跟大家提到关于 Cybertruck 在美国市场的销售现况吗？现在看来，美国积压的订单似乎真的已经消化完毕。目前特斯拉已经正式开放给加拿大市场，没有预定的消费者可直接下定 Foundation 版本，而且预计最快这个月就能够领车。我自己是猜不久之后，加拿大也将全面开放非 Foundation 版本的车让大众购买。这对原本号称有高达200万辆订单的 Cybertruck 而言，在过去1年交付了约4万辆左右之后，皮卡卡车最大的美国市场竟然就已消化完所有的订单需求，这个量真的比我预期的要少非常非常的多哦。当然，主要是因为 Cybertruck 最终的定价比许多人原本预期的高了太多，以及续航力大幅缩水之外，目前美国 Cybertruck 还无法符合个人税务的$7500补助资格，只有商业公司才能符合退税，这也是一大因素。我敢说，许多人一定都还在观望，现阶段还没购买的消费者，谁都不想在领车几周后听到 Cybertruck 也能够符合这$7500的退税资格吧？所以你说电动车补助对特斯拉真的不重要吗？我个人是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虽然目前没有官方证实的数据，但我猜要说这200万个订单中有1半以上是来自美国，一点也不让人意外。但目前在交付4万辆之后，美国市场的订单似乎已经被满足。对于目标年产为25万辆的 Cybertruck 会不会变成供过于求？搞不好明年我们就会知道答案了。不过好消息是 ，Cybertruck 目前已经开始获利，按照目前的销售情况，非常有可能更便宜的单马达版本不久后就会出现了。且目前这样的定价，再加上万一明年电动车的补助真的被川普拔掉的话，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怀疑市场的需求真的能够支撑每年25万台的量吗？这对特斯拉已投入大量心力研发的 Cybertruck 来说，实在是有点可惜啊。我个人大胆猜测，若补助真的无缘的话，未来 Cybertruck 的降价将有可能来得非常的快哦。我们就看看未来特斯拉针对 Cybertruck 会推出什么样的销售策略吧。好了，最后选举也选完了，相信看我频道的大部分观众应该是开心的人居多吧。万一你支持的候选人没选上的话，希望这2天市场的涨幅也能够稍稍抚慰你失望的心情。我只是觉得，不管谁当选，日子都还是一样要过。该努力工作的还是得努力工作，选举结束了就应该回归正常生活。不过还是非常好奇，马斯克在未来川普的任期内，两者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互动？不知道各位你们觉得川普会因为马斯克而对电动车以及自动驾驶敞开心胸，又或者会坚持他一贯的想法，大力支持化石产业，甚至取消拜登政府所有电动车相关的措施？欢迎大家可以在下方留下你的想法。当然，这也是未来几年我们要特别关注的焦点。最后再次提醒大家，附图针对我观众送出的 NVIDIA 股票活动，截止时间已经在倒数喽。有美国商码还没申请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了。详情请看我下方说明栏的连结或留言区置顶。也感谢所有看到这边已经帮我按下赞与追踪我频道的各位朋友们。我们在下次的影片再跟他聊更多有趣的话题。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